美国说要弃毒，要打击非法贩毒，但是现在怎么快要击垮了一个国家呢？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带您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治愈，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毒品战争真的会发生吗？你说不，川普啊，他不是说他要得诺贝尔和平奖吗？他是和平大使、和平哥，怎么可能打仗呢？他才喜欢秀拳头呢。我们带大家来好好梳理梳理，美国近来呢，到底对哪些地区、哪些组织、哪些国家动了拳头？好，我们从最早开始讲啊，进来你就看到了，包括了在也门，这个美军出动了，他们说要攻击这个胡塞武装，你说攻击恐怖组织哦，好像有点合理。然后呢，你看又在这个索马利亚，你就看到了美国派出了他们的这个海军陆战海豹部队哦，这个很厉害哦，在那个地方呢空袭了当地的也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 ISIS 的一个这个当地的组织。然后呢，再后来你就看到了在叙利亚呢，同样的是有反这个 ISIS 的行动哦。那这一次呢，川普说，他说没有哦，大家不要紧张，你看我都是用那种无人机精准攻击，我可不像这个什么这个拜登啊，或者是像之前美国的总统那个傻的，他会把这个美国拖进大规模的地面战争，然后抽身不了。他说不，我很聪明，我是和平哥，对不对？所以他就说我都精准打击，用飞弹，对不对？好，很厉害，好，这个斩首式行动，好，所以呢他就说了，大家不担心，不担心。但是啊，最近你就看到了这个9月份啊，9月初，美国呢突然间对委内瑞拉动手了。他在加勒比海当中，然后呢，他是击沉了一艘，他们说这个美国说了哦，美国说那个船上面全部都是毒品，毒品呢从委内瑞拉出发，眼看着就要到美国来，所以呢，我就迅雷不及掩，啪就把它给炸烂掉了。好，那于是呢，这个美国就很开心，然后呢，川普也在他的社群媒体上公布了这一段影片，那个船被炸烂掉这样的一个影片哦。那你就觉得说，哎呦，那这个是发生什么事啊？真的要打起来了吗？这个川普说没有，我这个是一个弃毒行动，对不对？你看这个委内瑞拉企图要用毒品毒害美国。我当然就是你看，我要这个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哦。那但是呢，近来这件事情啊，就引发了非常多的讨论了哦。因为美国呢，针对委内瑞拉，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委内瑞拉现在至今都还遭受国际制裁，当然是美国带头的。美国呢，对这个委内瑞拉的制裁有1000多项的不行，1000多项，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通通不可以。好，所以呢，你就说了，哎呀，那到底川普此举背后的盘算是什么？我们就带大家来好好看看川普到底在想什么。我们要先从这件事情告诉你哦。你说委内瑞拉，你看到的是一个现象，那我们就带你看川普在想什么。他最近有一个动作，大家不晓得有没有记得？他就说了，他说：“哎呀，我要把这个国防部改名叫战争部。”听起来有点可怕，对不对？然后川普怎么解释的？他说：“他就说国防部听起来好像就是防守而已，不是啊。”我们是要让美国 great again 再度伟大，我怎么能够只防守不够厉害？所以呢，他说我们要叫战争部。他说呢，这个必要的时候呢，美国呢也要为自己的权益挺身而出。谁要欺负我美国，我是会打烂你的哦。所以他说我们要叫战争部，听起来比较强悍。所以呢，川普就说了，我们要把这个美国找回当年的精神。然后他还讲啊，他说当年呢，美国的这个开国国父华盛顿啊，这个华盛顿当年呢，就是把这个部门哦，打仗这个部门叫做战争部。那个时候是1789年，那个时候的美国呢，他们要成立一支陆军，所以呢，他就说这叫做战争部。那后来呢，这个战争部这个名称呢，一直沿用了150多年，直到1949年才把它改成叫国防部。所以呢，川普说我们就找回当年的荣耀啊，当年那个叫战争部的时候，打赢了很多战争啊，美国很厉害，对不对？变成全世界最强的国家，大家都怕我们。我们就要找回当年的荣耀，所以呢，他说要再把它改回战争部。但是啊，川普，你不是说要这个好好的这个遵节开支吗？你把这个部门改名字哦，现在初步帮他计算，可能要花6000万美元，因为你光想招牌要不要换哦，然后所有的一些这个文件，所有。光是人员的这个国防部的识别证，是不是通通要改成战争部？那都是一笔花费。好，那到底要不要改啊？我们就可以继续看下去。但川普反正说我要改，
那我们就来看你怎么个改法。好，不过呢，我们把这个话题拉回来，我们就来看为什么要讲到他要改战争部，他就是要展现出美国的强悍，对吧？要告诉大家说我们美国的拳头很大，你们都不要欺负我们。好，那我们就来讲委内瑞拉哦。近来呢，这个委内瑞拉不是这个船被炸掉了吗？然后呢，炸了之后呢，这个川普说那个船背后的那个头目就是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没有任何的证据，他反正说你就是那个这个贩毒集团的头子，他就指控人家的总统说人家是贩毒集团的头子，然后你整个国家都在弄毒品，然后就想要毒害美国，他就是营造一个这样的形象。那于是呢，他把这个船给炸烂掉之后，就说里头都是毒品，炸了之后呢，哇，不得了了，你看到委内瑞拉就有一种你侵犯到我主权的意思了，因为呢，这是在加勒比海上，大家知道南美洲啊，最北边啊就是委内瑞拉，委内瑞拉的旁边呢就是哥伦比亚。那于是呢，你看到了。这个川普呢，他就说，因为我要这个弃毒行动，我这一次真的是啊，我这斩钉截铁的，我要做得很好，你们别想再毒害美国了。所以他派了8艘军舰到加勒比海这个地方，而且呢，就是在波多黎各。波多黎各在哪里呢？刚好就在委内瑞拉它的一个北边的一个岛国，在这个地方。于是呢，你就看到了，现在呢有8艘的一个美国军舰就在这个加勒比海这个地方，就在委内瑞拉的国家的门口，在跟那个地方给你晃来晃去。然后呢，委内瑞拉很气啊，你把我的船炸了，然后还污蔑，他觉得啊，污蔑他们的总统说是贩毒的头子。于是呢，他就这个委内瑞拉就派了这个战机 F-16去飞越你们的美国的军舰哦。好，这个一飞越不得了了。美国说你挑衅我，你敢挑衅我，我会让你知道厉害。哎，你不要觉得这我乱讲，这川普真的，他原话这么说，他会说我要让你知道厉害。于是呢，他就告诉这个军舰的一个这个舰长说，我就授权你，万一呢这个委内瑞拉挑衅的太过分，你就可以击落他。听起来好可怕哦，这一击落可能真的擦枪走火变毒品战争哦。好，那这个委内瑞拉的飞机啊，就给你飞来飞去，飞来飞去挑衅。那这个川普立刻说，那我再加派10架 F-35的战机到波多黎各去，因为我随时呢就可能又有这个运毒的一个这个船舰又要出来的话，我就要立刻再攻击你哦。好，所以你现在看起来会觉得哇，加勒比海这个地方好像剑拔弩张，好像烟硝味十足。委内瑞拉非常愤怒，因为他觉得你布了这个8艘的军舰在加勒比海是什么意思？你是要侵犯我的主权吗？为什么委内瑞拉的一个总统马杜罗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你不能说他被害妄想症，因为呢，早在马杜罗之前，他在选举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美国就曾经出手干预委内瑞拉的内政。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啊？马杜罗就选举嘛，他就说：“哎呀，我选上了，我是第3任的总统，我又这个继续的当选连任了哦。”然后呢，这个又有一个这个当地的反对派跳出来说：“没有，你们这个选举舞弊哦。”然后呢，这个美国那个时候呢，他就不承认马杜罗说你当选，他说你选举舞弊。所以呢，美国那个时候是去扶植了另外一个人哦，另外一个人呢，然后他说他叫做瓜伊多，然后扶植他有一个临时政府，然后他自称他说他是委内瑞拉的临时总统哦，所以你就看到了美国有这样的手伸进委内瑞拉内政的前科，所以呢，马杜罗才会觉得说，那你现在又重兵部署在我家门口，到底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要推翻我？你是不是又想要干预委内瑞拉的内政啊？所以呢，你就看到马杜罗就很气啊，气炸了。他说，你现在8艘的军舰在这个地方，甚至还有1艘核子潜舰也来哦，可以攻击的。然后他说，你要抓毒贩。你拿了一个核子潜艇来干什么？毒贩这么厉害吗？大家觉得你杀鸡焉用牛刀？你现在拿了一个可以打核子战争的一个这个舰队，然后到我家门口，然后跟我说你只是来抓毒贩。马杜罗非常愤怒，所以呢，他还状告到联合国去了。他说呢，这根本就是想要这个侵害他的一个国家内政。然后呢，于是他把这个国家的一个这个紧急的状态给升高，要大家都来当兵，然后我们要捍卫自己国家的一个领土哦。他觉得他的一个这个国家的主权好像被侵犯了，所以你就看到了现在哦，在这个美国跟委内瑞拉2个国家之间，现在是非常非常的紧张。美国呢，现在有很多人在观察说。川普，你真的要抓毒贩，你好像真的不需要有这么多的军舰到委内瑞拉旁边去。于是大家就有非常多的联想，你什么意思？你当初想要扶植一个亲美的政权，因为现在马杜罗是比较亲中、比较亲俄嘛，他想要扶植一个亲美的政权，那你这回是不是军舰来到这个地方？
是不是真的如同马杜罗他所想？很可能会推翻他，然后把你自己喜欢的临时政权给这个扶正嘛所以有这样的考虑。好，但是呢，我们就来普遍的看一看客观的看一看，委内瑞拉到底有什么值得美国那么上心啊，对吧？这个美国呢，其实不满很多国家的政权也好多嘛，他干嘛对于委内瑞拉就特别上心，特别想要扶植一个亲美的政权？干嘛那么麻烦，还要派军舰到这个地方来？你就觉得很奇妙嘛？委内瑞拉重要性到底在哪里？委内瑞拉有一句话，以前大家说它叫做“坐在金矿上的国家”。因为它的天然资源非常非常的丰富你想得到的矿它都有，最厉害的矿石油，哇，它也是不得了的多。所以呢，大家才会说这个委内瑞拉其实是一个这个非常非常，大家形容它叫做南美洲的珍珠这样的一个意思好，那于是呢，它有非常好的一个这个矿产资源是很吸引人。然后呢，你又看到它这个。本来美国政府就想要推翻这样的一个认为比较亲中亲俄的政权，再加上呢，现在在美国的这个国内的一个政客，有很多人说很想把委内瑞拉这个拿来当成美国的第52州，觉得如果有一个州这么多的丰富资源的矿产，那真是太棒了！而且呢，这个它的一个地理位置刚好我们讲在南美洲的最北边这个位置它的北方就是加勒比海，那所以呢，你说这个大西洋要这个经过这个海峡，然后呢进到这个太平洋呢，它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门户了。所以呢，南美洲的门户讲的就是委内瑞拉。于是呢，大家就说了，是不是因为有这些好处，所以美国非常在乎它？这也是其中一个但是呢，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委内瑞拉现在呢到底要怎么办因为其实呢，你看美国一直指控它说它就是一个运毒的大国，当然某种程度对。但是呢，你就觉得很奇妙的是，同样都是这个运毒的国家，那为什么偏偏委内瑞拉就被美国一直针对，对吧？因为其实委内瑞拉很多，它虽然是运送毒品的大国，但它很多制造毒品是哥伦比亚制造的，然后呢就经由委内瑞拉，然后加勒比海出海，然后往北美运过去那你就说，那奇怪了，那美国干嘛不找哥伦比亚？毒品是他在做的。委内瑞拉就负责运的，结果呢，都委内瑞拉在这个被攻击到底怎么回事了那所以呢，大家的委内瑞拉可能也觉得满腹心酸，说那虽然我不是完全无辜，但是哥伦比亚也有你怎么不欺负他好，所以你就看到了委内瑞拉有很多的想法，但是呢，我们来看到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态度其实也很奇妙。你说要制裁他，你就完全制裁，但没有你看到了近来。雪佛龙就是呢，这个美国这个很大的一个石油公司。石油公司呢，在这个委内瑞拉，它也有开采石油，它也有在这个跟当地的这个石油的这个当地国家合作开采石油。那为什么你不是要制裁它？你怎么还让你的大的石油公司到委内瑞拉来买油呢？那就是因为委内瑞拉的油真的很便宜。所以呢，对于美国的石油厂商来讲，那是一个暴利那于是呢，这个川普他在上任之后，他一段时间是阻止雪佛龙跟委内瑞拉合作买油，但是呢，后来想想这个暴利不赚很可惜于是呢，又在5月份又开放了，继续让雪佛龙跟这个委内瑞拉这个开采这个油矿。那你就觉得很奇妙啦，你不是要制裁他，为什么又让你的这个石油厂商在这个地方买油呢？然后呢，他这个条款还讲他说你可以跟他买油，但是你不准给他美金。然后你就觉得这件事情很奇妙，那我不能给他美金，然后我又可以给他买油，那我到底是好，所以呢，现在有很多跟委内瑞拉这个交易的公司是以物易物的比如说呢，给他燃料，然后呢换油来，亦或是呢有一些比较地下的方式，比较这个台面下的就会用加密货币的方式。现在委内瑞拉用很多跟美元挂钩的，比如说像稳定币，变成了他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交易的一个管道了然后再来呢，你看到了，那既然美国这个各种的一个限制它，委内瑞拉现在其实它的油主要是卖给了中国，大概呢委内瑞拉出口的90%的油都是卖给了中国。那甚至呢，这个马杜罗政权当然也是跟这个中国非常非常的密切，因为呢被美国制裁的国家当然就是只能往另外一个阵营来靠近嘛。马杜罗进来你看到他还拿了一只手机，然后说哎呀这个手机华为手机，然后说这个是习近平主席送给我的，就是在这个呈现说美国欺负我没有关系，我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靠山就是中国。所以呢，现在你看到了美国国内其实对于委内瑞拉现在还也是有
不一样的一个想法。有的人是觉得经济利益不能够错过，所以要持续的跟他买油；另外一方则觉得这个马杜罗政权很可恶，我们一定要把它给推翻。那到底呢？现在啊，这个美国国内到底对于这个委内瑞拉还会有什么样的动作呢？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我们下回见，拜拜。